姐，阿姐，我不敢。我去做，你有什么不敢？你知道阿舅他最重规矩，这是要喂大鱼的罪过。这喂鱼也是我喂鱼啊，你是被我胁迫的，没什么罪过。阿姐，不会让你去的，那里是最要紧不过的地方，所有人都知道规矩的。你带着我便能进去了。阿姐，你忘了，你要进去的话，最起码也得需要阿娘和阿舅的牌子，否则连大哥都进不去。你去帮我搞个牌子。我可不敢，阿娘知道了，非把我拆了不可。这也不敢，那也不敢的。走，跟我走。哎，阿姐，哎，走吧。哎，阿姐，哎，慢点，阿姐，阿姐，阿娘，你管不管了？阿姐，好好的，这是怎么了？我离开岛这些年，连岛上的户籍都消了是吧？真娘，怎么跟母亲说话呢？还是说我离了岛就不是阿娘的女儿了？如今这岛上是大哥做主，我这妹子是外人。这谁惹你了？怎么回事？我自与阿娘说话，大哥为何要来教训我？你若是想教训我，12岁之前干嘛去了？你这番脾气好没来由。哎呦，地上凉，你快起来。钱家那小子欺负你了？哼，他若是敢欺负我，我自家一定会料理他，用不着到阿娘这里来诉说委屈。他来岛上管你们借粮食，你们愿意借就借，不愿意借就不借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当年我把我送给他的时候，也没问过我自家愿不愿意。如今这些年过去了，倒是因着他的缘故，连我也成外人了。你们拿他当贼提防，倒也就罢了，还是说，在阿娘阿舅的心中，我也是贼了？若真是这样，那我就不在这碍你们的事儿了，索性离了岛。从此以后，死走还是逃亡，与这岛子再无干系。你这发的什么疯啊？你这荤话是谁说与你听的？谁说你是外人了？谁拿你当贼防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阿姐让我领她去琅琊阁，但是没有阿娘和阿舅发话，我不敢。你要去琅琊阁做什么呀？不做什么便不能去，去了就一定得做什么，是吧？真娘，岛上的规矩你也是知道的，琅琊阁重地，没有我和阿姐的令牌，擅入者死。对，所以说，大哥得进，阿佑得进，只有我这个外人不得进。我倒是不明白了，你这番脾气来得好无来由。难不成我不借粮给那小子，就是将你当外人了？你就要发作一番为那小子张目？哼，到底是我将你当外人了，还是女儿生了外相，你将我这个亲娘当外人？我在这岛上待了12年，若是你们觉得我离了家便是外人了，与我直说，原本就不该回来。这里已经没有我的屋子了，也没有我的务实，没有我的立足之地，只需明白的与我说一句就好。真娘，你这些话与琅琊阁有何干系啊？阿舅，你只管与我说，琅琊阁里有没有我的东西？此事就此作罢，真娘再无一句多言。从此以后，你再也不会从我口中听到琅琊阁3个字。如为此事，人身共极之。琅琊阁乃社中库藏重地，怎么会有你？阿娘，阿舅说，里面没有我的东西。此话可是真的？绕了这一大圈，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啊？阿娘，你只管与我说实话就好了。女儿知道
离家太远，未能在阿娘膝前尽孝。虽未行礼，但如同出嫁，嫁出去的女子便是外人了。没有便没有了。只求阿娘，看在母女一场的情分上，将我阿爹留给我的刘凤钗子赐予女儿。我这就离岛，从此以后再不让阿娘担心了。你说的这是什么糊涂话呀？我是你亲娘，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。你的事情天底下旁人不惦记着，我还能不想着吗？真娘，你给我听好了啊！阿姐给你准备的妆奁，共计64担，步摇花生，霞帔云裳，玲珑妆塔。只这些穿戴饰物，便有整整12担，依的是公主出嫁的故礼。除此之外，还在杭州城外用你的名字买了600亩胡鱼田，建了2个庄子，外加城中马行街上的一处胭脂铺子。哼，这些啊，都是3年前便预备好了的，都存在琅琊阁中，隔几日便要打理一番。阿舅说的是实话，我这便带你去，你自家眼见为实。阿舅是想带我去看嫁妆，还是想看着我？阿佑，拿着令牌，带你阿姐去琅琊阁，她要看什么便看什么，看什么都莫要拦着她，任她自己看个够。你呀，来，看。女儿这边去看看，回头再向阿娘、阿舅请罪。哎呦，这都多大了，这脾气秉性，要不这定子聘礼少要些吧？我有些觉得对不住那小子。阿姐，我问了许久，你也不告诉我，你来这儿做什么呀？啊？你要找什么？你要这个做什么？哎，你帮我，快点帮我系上。最近我是胖了点儿，快点儿啊！行了，哎，你们俩过来，过来。女郎，女郎，对不住了，二位。啊，姐，看什么看？帮个忙，找2根结实的绳子，找绳子干嘛？把他们绑起来。绑起来？快去！哦。只能拿这么多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学文，快把这些都搬到船上！这是快呀，愣着干嘛？搬呀！中午末期装船赶紧收拾行李，连夜开船。啊！夜间行船不周全，不如明早。明早就来不及了，再过1个时辰都走不了了。姐，去，快去！走，收拾去。哎，阿姐，这闭嘴！到底偷了什么东西？哎呀，现在不是说的时候。哎呀，反正是有用的东西。哎，阿佑，你先回去吧。他不能回去，
还得跟我们一起走。做贼还留下个证人，可真够傻的你！剑也拿着。阿姐，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些事情，我去就回。啊，行啊，你快回去吧。阿姐，阿佑，你听话，阿姐带你去台州玩上几个月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是，玩一段时间。行。哎，走，玩几个月，走。就算你割了绳子，这些船也走不远。这些战船是黄龙岛纵横海上的根本，若是坏了这些根本，此生便再难回来了。阿兄，你是要拦我们吗？他的父亲是我的父亲，我的母亲是你的阿娘。你说我该拦下你们吗？阿兄既然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事儿，你可以不帮他，但是希望你不要坏了他的事儿。我若是想坏了他的事情，方才在母亲和舅舅面前，便直接戳穿你了。真娘谢过阿兄。不管你从琅琊阁中拿了什么，都不值50万户粮米。那便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了。阿兄既然不想坏了他的事儿，能不能放我们走？你快走吧，我让酒郎等候待酒。真慢。坐不住了，便到望海楼上去看一眼。陪着这个臭丫头一起胡闹，是不是很辛苦？哼，反正从小到大都是陪着你胡闹，如今老了，陪着真娘胡闹，也是一样的。你呀，非要做个挑剔的丈母，我继续陪着便是了。哎呀，你说那死丫头，她会拿些什么东西？那要看她搬得动什么了。费了这副马心思，若只拿走些不值钱的，
哎呦，那他可亏大喽！真要是拿走，值得上50万户粮食的东西，哼，怕是这一宿他们都搬不完。这都什么东西啊？这全都是啊！查验完了，这是什么呀？庄帘已收，所余64担，为阿娘再教添庄。杀千刀的死丫头，竟敢拿老娘来消遣！他都拿了些什么呀？拿走了16面双龙旗。啊！哎，上林湖秘色窑烧制的青瓷，光期3年的存货。你轻点儿，拿到市面上能换整整10顷地。家贼难防，我就不该发这个善心。还有呢？既然是家贼，自然是识货的，值钱的一件都没拿，除了旗子。还拿走了黄龙令，以及阿佑。传我的令，岛上所有的船，无分大小，都给我派出去，把那2个小子给我抓回来，千刀万剐。都跑了1个时辰了，你去哪里抓呀？江中牌健胃消食片，肚子胀不消化，饭后嚼一嚼。江中牌健胃消食片，邀您精彩继续。小人参见少之司。传各东主、船主，正月15，台州宁海上元节大会，5万斛粮米换1面双龙旗。逃啊！快点！那小人谨奉令律。一个睡下吧。睡下了，等你等到亥时3刻，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好些日子没腻床了，一哥今日乖得很，没有跟着他三叔胡闹，大字也写了，诗也背了，王先生在3个字上点了2个点。哎，好不容易睡着了，你别给弄醒了。老家，我明天又得出趟京，去勘察河工，估摸着得去个10几日吧，所以年前可能赶不回来。我去给你收拾行囊。哎，不急。
去年我从泾阳走的时候，就答应了你们，要赶回来陪你们过元正。可没想到，竟是一场变乱，一分别就是大半年，还害得你们母子跟着担惊受怕。哎，今年中秋节的时候，我又答应了一个，趁着元正之时7日休沐，带他去山下骑马。这么看来，这回又得食言了。毕竟和去年不同嘛，食言便食言吧。他心里或许会有些失落，事后再补上便是了。至少不是又去拼命。澶州一夜下，隔大河相望。珊瑚哨地段一旦疏浚修葺完工，大河南岸4、5年内将再无水患之虞。只要挨过来年的夏汛，等到秋粮入库，朝廷便能缓上一口气了。陛下月前刚刚颁布明诏，免除了京畿诸州的赋税劳役。若兴河工，免不得征发徭役。朝廷议事反复难免，天子却是不好出尔反尔的。陛下预计至今已有半年，各州各县也能安民用事，捐免钱粮。南门外聚集的10多万流民也已经散得七七八八，还剩下7、8千人。这些人留在营中，即便每日1粥，也是空耗粮米。不如发遣到河工上去，还能多些长气力的干粮。只要答应将淤出来的田地分授予他们，想必这些人不会懒惰。林公说的是，张彦策伏法，还剩下数千降卒。若是贸然遣散，又恐他们没了生计盘缠，滋扰地方荼毒州县。若是悉数斩杀，却有伤圣王，不如一同遣了到河工上去。若是再怠惰生事，诛之亦不可为不仁。这是李谷的主意吧？陛下圣明主诏。德辉，陛下。令公与枢密计议周详，再没有不妥当的。儿臣以为需明诏约束京师勋贵、诸镇将帅，不得去澶州买田置地。澶州河驿开出来的田土，必须实打实落在这些流民和降兵身上。有恒产者有恒心，如此方能保经济安定。令公以为呢？陛下，此乃谋国之言也。左卫上将军心怀仁术之道，通晓上下情弊，用人用事，周详妥当，此乃朝廷之福，亦是天下之福。二郎，不是阿九说你，宫中之事，旁人可以置之不理，二郎却万万不可置之不理。这陛下身边的老弟兄、老臣子，平日里该走动的要多走动。这大郎会不会做事，我不知道，但他会做人，只这一点，二郎便比不过他。大哥身为嫡长，名分早定。朝中文武，自冯令公、郭枢密以下，皆以其为主君。
便是父皇早在登基之初就将开封府尹的位置给了他，其中心意不言而明。我又怎敢与大哥相比？二郎，此话说得差了。如今世道，哪有什么名分当然？若论及名分，关家1年前还是石家的臣子，阿姐亦不过是一个王妃的名分，而如今，一个成为天子，一个成为中宫之主，这又岂是论名分论得来的？阿舅慎言，这种混账话也是能说得的。当日史弘照在朝会上是如何说的？官家坐江山，靠的是长枪大剑。哎，那冯令公当日又是如何做的？米麦各30万户，种粮3万户，便买了一个中原天子。哼，这手中有钱粮，有兵马，朝中有人推崇，不是储君，也得为天子。这番道理，大郎比二郎看得明白得多。这是乱世的立身之本，性命攸关之事。阿舅以为我还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是一回事，若是这机会来了，能不能把握住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机会啊，永远是留给有准备之人的。九郎君到底是何样的章程？还请别驾明示。这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州中也好，各县也罢，都有谁家曾与台州营田司放过袋子，或者是签过放贷的宝器。正月初10之前，拿着袋器或宝器来州衙长史书房录名核验，只要契约是真的，自当有一番富贵。哎呀，这有肉我也没得嚼劲呢。请君入瓮。台州没有州心，九郎君也不是来郡城，这里不是五州，是吴越。只怕是他扎咱们堂堂天子，历史上也是历史。敢问别驾，九郎君所说的富贵，到底是什么？正月15上元之日，九郎君会在宁海张安港设宴款待州中父老近身，不用书简，也无需拜帖，与营田司往来的契书，便是赴约的凭证。